利用竹子编织出一把超大的竹制大汤勺。宝姐这怕是每一勺都会漏光汤啊！不过这正是她想要的效果，因为这勺子可是用来在河中捕鱼的。勺子已经是够奇特了，没想到宝姐还搞了一个竹子制作的笼子，这怕是没法住人啊！毕竟就这尺寸也太小了。但是将其挂在高处的话，宝姐可是制作出来一个奇特的打野陷阱，看起来似乎很给力，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实现肉食自由啊！之前宝姐可以说是实现了大丰收，最终那叫一个收获满满。地坑陷阱捕捉到了一只肥嘟嘟的小野猪，拿去养大可就赚了。捕鼠竹筒陷阱也是十分的不错，收获到不少的松鼠和山鼠。不过可惜的是，打造的超级木剑陷阱却是没有一点点的收获，十分的可惜。连日来，宝姐的收获颇丰，这让她决定继续坚守在翠绿的山巅，而家中的养殖场则由她敬爱的父亲悉心照料。宝姐首先巡视了她之前精心布置的陷阱，在一处捕鸟的陷阱旁，只见几根羽毛轻轻飘落，显然是鸟们狡猾的逃脱了。然而，在另一处绳套陷阱处，宝姐的眼眸中闪现出欣喜的光芒。只见一只体格庞大的野猪被绳索牢牢勒住了后腿，它已是疲惫不堪，几乎无法支撑起沉重的身躯。目睹此景的宝姐心中既紧张又兴奋，她小心翼翼地拿起木棍，缓缓靠近野猪，开始谨慎地试探。她细心观察野猪的力气状况，以及绳套对其的束缚力度，以此判断野猪的活动范围。经过一番细致的试探，宝姐确信野猪已无力反抗，且绳套已将其牢牢控制。于是她果断出手，施展出那招喷火麒麟身上纹，双手轻舞擒巨猪的绝技，将大野猪稳稳地制服。接着她熟练地运用绳索，将野猪捆绑得严严实实，确保它无法逃脱。看着被捆绑得结结实实的野猪，宝姐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她毫不犹豫地扛起这只重达40-50斤的超级大野猪，准备将它带下山去出售。这无疑又是一笔丰厚的收入，让她心中充满了喜悦。回想起前几日捕获的那只极品大野猪，宝姐不禁感叹自己的好运。那次的收获让她卖出了一个天价，这也让她对打猎更加充满信心。因此，在养殖场短暂逗留2日后，她又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山上，继续她的狩猎之旅。然而，当宝姐再次查看陷阱时，她的心情却有些低落。原来，由于她离开的时间稍长，一处地坑陷阱虽然捕获了野物，但最终还是让猎物逃脱了。不过，宝姐并未因此气馁，在随后的搜寻中，她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野物夜间栖息的杂草窝。看到这一幕的宝姐心中一动，她决定在这里布下新的陷阱。于是，她迅速从周围砍伐了大量竹子，并开始精心制作陷阱所需的材料。她以灵巧的双手和丰富的经验，将竹子处理成合适的形状和大小，然后按照心中的构想开始搭建陷阱。在宝姐的巧手中，大竹子仿佛被赋予了生命，迅速化作一段段精致的竹筒，总计达20根之多。她接着又巧妙地劈砍出两端的凹槽，确保每一个竹筒的连接都能紧密无间。利用细竹穿过这些精心设计的孔洞，竹筒们迅速组装成一个方正的竹筒大笼子，仿佛一座自然的艺术品。在构建竹笼的过程中，宝姐对每一个细节都苛求完美，每一根竹筒的洞口距离都经过精准测量，确保它们能完美契合，无缝对接。这种精确度令人叹为观止，也彰显了她对自然的敬畏和对工艺的热爱。竹筒的放置同样需要讲究技巧，宝姐巧妙地采用交叉放置的方式，先放左右侧，再放前后侧，使得整个笼子结构稳固且富有弹性。最终，竹笼的内部结构在她的手中完美呈现，仿佛一个精心编织的梦境。接下来是封顶的工作，宝姐用细竹巧妙地编织在竹笼的顶部，确保野物无法从顶部逃脱。她还在两侧增加了横杆加固，使得整个笼子更加牢不可破。同时，她还搭建了一个门式框架作为支撑，确保笼子在捕捉野物时能够稳固地落下。在设置触发装置时，宝姐同样展现出了她的聪明才智。她巧妙地利用马蹄截面的木棍作为触发点，将其布置在前端。当笼子被拉起时，绑扎在木棍上的绳子会与马蹄截面木棍形成平衡。一旦野物触碰到这一平衡系统，笼子便会迅速落下，将野物牢牢罩住。经过一番精心测试和调整，宝姐对这个竹笼装置的效果十分满意。她轻轻地将陷阱恢复原状，并在地面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枯树叶作为伪装，让陷阱在山林间显得如此自然和谐。最后，宝姐将一切交给了时间，期待这个精巧的陷阱能够为她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，让自己大赚一笔。在离开之前，宝姐又砍下一根细竹子，精心削尖，制作出一把锋利的长矛。这长矛并非用于打野猪，而是为了满足她对鱼肉的渴望。尽管小花鱼美味可口，
但宝姐总觉得意犹未尽，她渴望捕捉到更大的鱼儿，享受一顿鱼肉盛宴。于是她手持长矛，踏入清澈的河流中，开始寻找那些潜藏在水下的美味。经过一番搜寻，她的运气果然不错，一条肥硕的大鲫鱼出现在她的视线中。然而，她的叉鱼技术似乎还有待提高，连续几次攻击都未能命中目标。幸运的是，这条大鲫鱼似乎并不十分机警，依然在水中悠然自得。终于，在宝姐的坚持下，长矛精准地刺中了大鲫鱼。她欣喜地提起长矛，看着这条大鱼在矛尖上挣扎，心中充满了成就感。他迫不及待地提着鱼向山上走去，因为他的庇护所就在那里。然而，在返回的路上，宝姐并没有忘记自己之前设下的竹笼陷阱。她心想，已经过去2-3个小时了，说不定已经有猎物落入陷阱了。于是，她加快了步伐，向陷阱的方向走去。当他逐渐接近陷阱时，他惊喜地发现竹笼竟然真的被触发了，此时已经稳稳地落在地面上。他3步并作2步，迅速上前查看。一看之下，他不禁惊呼出声：竹笼里竟然困着一只不到20斤的小野猪！这只小野猪虽然年幼，但已展现出野猪的彪悍。宝姐激动地抓住它，感受着手中生命的跳动。她决定将这只小野猪带回养殖场，养上几个月再出售。这样一来，她又能多一份收入了。在欢喜之中，宝姐扛起小野猪和大鲫鱼，向养殖场的方向走去。她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和憧憬。在捕获了小野猪和大鲫鱼的喜悦之后，宝姐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山林。这里的丰富资源让她无法抗拒。她深知，利用树木弯曲回弹的弹力制作弹力绳套陷阱是捕获野物的有效手段。因此，一旦发现野物的活动踪迹，她便能轻松自如地布下陷阱。她特意采摘了一些鲜艳的野果作为诱饵，放置在陷阱旁，两侧则用木棍巧妙拦截，确保野物只能从陷阱处经过。完成这一切后，宝姐便开始了她的竹子制作之旅。她挑选的竹子薄皮而坚韧，适合制作各种工具。在她的巧手下，竹子被劈砍成无数细长的竹条，准备编织成她所需的物品。她熟练地运用十字编织法，纵向竹条挺拔向上，横向竹条则皮面朝下，交织出一幅层次分明的画面。这次她编织的是一个边长约40厘米的方块，这是她接下来制作大勺子的基础。编织完成后，宝姐开始将方块卷起，形成一个曲面，顶部的竹条被巧妙地绑扎在一起，作为卷曲面堤固定。接着，她取来2根长长的竹片，接在卷曲面堤顶部边缘，再次用竹子将它们与卷曲面紧紧固定。对于卷曲面堤远端，她同样运用竹子编织和绑扎的技巧，将其收尾。经过一番努力，一个超级大勺子便呈现在她面前。这大勺子不仅形状完美，而且结实耐用，让人赞叹不已。得到大勺子后，宝姐并没有停歇，她再次砍下一节竹筒，并在一端巧妙地开孔，通过绳子串联，这个竹筒便能挂在腰间，成为她捕捉食物的得力助手和收纳容器。现在，宝姐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她将以更加坚定的步伐来到了河边，准备开始利用勺子捕鱼了。在波光粼粼的河边，宝姐的捕鱼方法犹如一首优美的田园诗篇。她将精心制作的勺子放入河中，巧妙地利用脚步踩踏石块，将活泼的鱼儿们巧妙地驱赶至勺子之中。每一次踏实，都仿佛在演奏一曲自然的乐章，而那些被惊扰的鱼儿，则是这乐章中跳跃的音符。经过一番精心操作，宝姐收获了满满的渔获。这些鱼儿虽然个头小巧，但每一只都鲜活无比，犹如山林中的精灵。宝姐满脸欢喜，将这些小鱼一一收入竹筒之中，准备带回庇护所，烹饪成一顿美味的大餐。回到庇护所，宝姐迅速升起了火堆，火光映照着她满是期待的脸庞。她将竹筒中的鱼儿一一倒出，那些小鱼在火光下闪烁着银色的光芒，仿佛是大自然赠予的宝藏。清洗过后，宝姐将它们放入更大的竹筒中，加入清澈的山泉水，然后置于火堆之上慢慢烹煮。此时，大勺子被高高挂起，任由微风拂过，带走上面的水珠。它在火光的映照下，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，仿佛在诉说着未来的故事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竹筒内的水渐渐沸腾起来，散发出浓郁的鲜香之味。这香气在空气中弥漫开来，令人垂涎欲滴。终于，当鱼肉完全熟透时，宝姐将它们小心翼翼地倒出。由于鱼儿较小，煮熟后几乎成了一碗鱼粥，看起来虽然朴实无华，但味道却鲜美无比。宝姐捧起这碗鱼粥，细细品尝着其中的美味。鱼肉鲜嫩可口，汤汁醇厚香浓，每一口都充满了大自然的馈赠。这顿大餐不仅满足了她的口腹之欲，更让她感受到了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。在温暖的火光下，宝姐享受着这顿美味的晚餐，她的脸上洋溢着满足和幸福的笑容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因她而变得更加美好。